在我手上的就是百灵9系 Pro Plus 电动刮胡刀，它是2024百灵最顶级的电动刮胡刀。等一下我们再详细来说它究竟厉害在哪里。除此之外，这款还有智慧清洁座，系统会自动清洗刮胡刀，保养刮胡刀达到 99.9% 的除菌，然后再自动把你的刮胡刀风干，全部自动完成。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说到刮胡刀这个品项，我是真的还蛮有心得的。看我脸上的这个胡子，找我来体验刮胡刀应该还蛮合理的。不知道大家的胡子长得快不快？我自己可以说是这个刮胡刀的重度用户啊，因为从把胡子刮到最干净开始计时，长到画面上这种已经看得出有胡子的程度，真正只过了不到40个小时。我昨天早上8点才刚刮过，现在又整个长出来了。并且有没有人是用过普通电动刮胡刀，结果一朝被电动刮胡刀咬，10年怕电动刮胡刀的？有，我就是。所有男士们一定都经历过，开开心心的拿起电动刮胡刀刮胡子，然后卡了一根毛被大力扯了一下，结果一看胡子居然还没有被切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是骂脏话哦，你应该会重新拿起手动刮胡刀，然后把电动的先放到一边吧。我也是这样过来的。直到后来换了一支比较高阶的电动刮胡刀，真的是只有3个字：太舒爽了。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胡子比较多的朋友，买一支好一点的电动刮胡刀，或许你也会跟我一样有被解放的感觉。现在你应该懂为什么很多人送礼要送刮胡刀了吧？你的另一半、你的爸爸可能是真的不忍心买这么好，但是痛点其实一直都在啊。如果对方胡子多的话，记得买好一点，拜托拜托。所以这期节目我不只会详细介绍这把百灵9系 Pro Plus 的顶级刮胡刀，还有这个一站式自除菌、自清洁、自保养、自风干的智慧清洁座。怎么感觉很像在介绍全能基站啊？还有这个质感非常好，内建电池，出门在外也可以帮刮胡刀充电的旅行充电盒，整套的所有细节，我也实际体验了好几个礼拜，留了各种不同长度的胡子，人体测试一下。总之做完，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百灵9系 Pro Plus 的旗舰款总共有3大组件，分别是刮胡刀本体、智慧清洁座，以及给出门或是旅行都很实用的行动充电盒。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电动刮胡刀本体。其实仔细想一想，刮胡子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不就是把脸上的毛给剃掉吗？但是经过了电动刮胡刀这几年的发展，加上我自己是重度用户，所以对我自己来说，一把日常好用好的电动刮胡刀，我希望可以满足4大条件。依照重要性，我认为会是：1. 越快越简单越好。我相信你早上起来应该不会想在那边注意东注意西的，直接上脸刮就好。2. 刮得越干净越好。这虽然说是基本，但其实不容易哦。电动刮胡刀还是有技术上的限制，这个我们等一下详细来聊。3. 对肌肤的负担越小越好，刮完不会刺痛。我是一个超级敏感的人，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很常看到，只要天气稍微一热，或者说我稍微抓了一下胸口、脖子、脸上就容易红红的，刮胡子就更不用说了。第4点，随时随地都可以刮。这有点笼统，但精确一点就是干刮、湿刮都要 OK。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一点呢？因为我是手动和电动交替使用的用户。虽然今天讲的是电动刮胡刀，但我觉得手动和电动本身就是2个完全不同需求的产品，两者都无法取代对方。像是你要刮那种很贴，那就是手动刀片了，它都直接贴在皮肤上，汗毛都可以除掉。但是电动刮胡刀的重点是，刮胡子是日常啊，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所以干刮、湿刮这点我特别在意的原因就是，手动虽然可以贴得很彻底，但是以我这个毛量，就算再好的手动刀片，干刮是完全不用想的，一定超级痛，完全可以列入酷刑。所以有时候出门到下午晚上，如果还要拍摄，用手动刮胡刀就不是很方便了。但是各位，如果你有用过好的电动刮胡刀，它就是完全可以干刮的。所以我平常在外拍摄，一定就是随身带电动刮胡刀解决，要不然在外还要湿刮，是真的不方便啊。好，4大要求讲完，听起来很合理吧？但事实上，要做到以上所有功能其实不容易，而且选择不多啊。要不然这边开放，有被刮胡刀扯过胡子，然后骂过脏话，不是说痛到的朋友底下留言。那我们就来聊这几周我一直在用的德国百灵9系 Pro Plus 表现如何吧。数字9系列，也就是百灵定位最高旗舰款的电动刮胡刀。而大家看到这个闪亮亮的刀头，百灵都是这种往复式的刀头设计，
使用的方式是上下推拉，而不是原地旋转。往复式的好处就是效率更高，一拉一推，整片皱都干净了，也可以减少原地摩擦的问题，比较不会那么敏感。我们拉近一点来看，电动刮胡刀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刀网，这片薄薄的金属片，刀网覆盖整个刀头，保护皮肤接触里面的刀片。大家可能会想说，不就是个保护网吗？有什么特别的？刀网其实会大大的影响刮胡子的干净程度呢。我们就先来聊聊往复式电动刮胡刀究竟是怎么刮掉胡子的。电动刮胡刀的刀片并不会直接碰到你的肌肤，而是会隔着一层刚刚提到的刀网，所以大家可以把刀网理解成肌肤和刀片中间的保护层，因为里面的刀片被包住了，不会碰到皮肤，所以像我这样用手指来回轻压刀头，里面的刀片也不会伤到我的手，也就不会伤到你的脸了。接着，胡子穿过刀网，被里面高速运转的刀片剃掉，这很好理解，就是电动刮胡刀的原理。不过你应该看到重点了，胡子要剃得干净，就代表胡子的根部要尽可能贴近刀片，所以干净的关键，贴得越底，也就剃得越干净。以109C Pro Plus 来说，它的刀网只有 0.058mm， 超级薄，头发直径大概是 0.1mm， 所以你把头发再切一半，大概就是这个刀网的厚度。讲数字没感觉，你们可以直接看这个刮完的结果，是真的蛮干净的。而胡子进到刀网之后，109C Pro Plus 的马达也非常强，可以达到每秒35000次的超高速剃胡，所以只要有胡子进到刀网，就一定会剃掉。其实退一次下来，这一小块就很干净了。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完全干净的感觉，所以还是会习惯性推拉个几次。但是109C Pro Plus 2-3下就能感觉到，真的是刮得比以前的刮胡刀干净很多啊！并且因为9C Pro Plus 的动力真的强，不只是头发，我们这边也可以做一个小实验，直接用铜丝来测试，也不会卡。可以看到这个切面也是直接被截断，没有卷曲在一起。这也是这些高定位的刮胡刀可以做到胡子多也可以干刮的最大原因，在你胡子还没发现的时候就把它剃掉了。这样比较粗的胡子也不会被扯到。我相信你有被扯过就知道，真的超痛。实测下来，最近这几个礼拜用这一支，起床的时候湿刮干刮一半一半，但是到工作室录影、出门拍摄的时候都是直接干刮，也完全 OK。比较特别的是，109C Pro Plus 还内建了智慧感应的功能，系统会根据胡须的浓密状况，自动调整刀片运转的动力，像是胡须浓密一点的地方，动力就会自动加强，增强刮除力。胡须少一点的地方就会减少动力输出，避免不必要的肌肤敏感。除此之外，电动刮胡刀相较起手动，其实还有一个难解的问题，就是不是每个人的胡子方向都是直直的往上撒。以我而言，我上面这边的胡子都是比较直的，所以推过去基本上就干净了。但是我下面这边就是会有这种平躺贴在脖子上的胡子，这边才是真正的大魔王。所以109C Pro Plus 的解决方案是，它们有4+1层的往复式刀头。而真正的重点是，里面有这个 Pro Lift 胡须提拉器，还有齿梳。这个名字有点有趣啊。总之，这个胡须提拉器就是会把这些不配合、早上了还不起来、躺在脖子上的胡须呢，强制的把它立起来，把它叫醒。另外，109C Pro Plus 的刀头是整个浮动的设计，所以你只要把下面这个推杆解锁，它就会跟着你贴合的角度调整，下巴这边会更好剃。但是脖子这边，我习惯是推到底，然后锁定，这样会更好剃。这个等一下我实际刮的时候再讲比较清楚。不过我个人体验下来，我的胡子有时候是真的很不配合。不是啦，如果你的平躺须是刚长出来的那种，那就没有办法像上面这边一次推就推干净，你还是会需要找个角度稍微推一下，让它挤进去就可以剃掉。比较特别的是，100还有一个谐振音波科技，就是透过高速震动，刀头就会自然的把皮肤的皱褶拉平，刮起来也会更顺，并且把藏在毛孔里面的小胡渣给震出来。不过把胡渣震出来太细节了，这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拍到。但我们把刮胡刀稍微贴在水面，你可以看到它的震动不是很剧烈，而是非常密集的那一种。所以贴在脸上的感觉呢？就是有点微震的感觉，而且因为它持续的震动，所以你在剃胡子的时候也比较没有毛发在被剃掉拉扯的感觉。好，为了测试109C Pro Plus， 为了刮这次，我还特别留了比较长的胡子，这真的是今日限定哦。这次我留了1天、2天、6天，将近1个礼拜，不同程度的胡子。好，这就是109C Pro Plus 的刀头。
主流的刀头设计大致可以分为3个圆圈的旋转式，以及九系 Pro Plus 采用的这种一字形的往复式刀头。往复式的用法就是你不要旋转，从头到尾就是来回沿着脸部轮廓上下推拉就好。那我今天刻意留比较长一点，因为1天2天对九系 Pro Plus 来说没什么挑战性。你们看我前几天录的画面，基本上一般长度推个几下就干净了。我自己体验下来，往复式的刀头给我的感觉是很直觉，就跟手动刮胡刀一样，不断上下来回就好。所以你看，就算是比较长的胡子，基本上只要一刮下去，就能看到被刮的那一条就大致干净了。这就是往复式的好处，而且你看已经蛮贴蛮干净，所以往复的效率是真的挺高。当然刮一次不可能完全干净，但是只要上下再撸个你看2、3下，其实这样就完全 OK 了。好，可以看到脸颊两侧这些比较长的胡须已经不见了。那如果遇到比如说要贴一些有棱有角的地方，你看九系 Pro Plus 的刀头可以无断式的贴住你的位置调整角度，例如人中、下巴，让它自动调整，就整个很顺。不过在脖子的位置，我会习惯锁定，像这样推上去就锁定了，然后把刀头的角度稍微推到底，这样对手腕来说也比较好施力。你们可以根据习惯和脸型去调整。我觉得可以调整角度这一点是真的有感，差很多。你就想象，如果所有部位都是用同一个角度去刮，我的手跟头就会变得很忙。现在是为了要拍给你们看，所以才一直调角度。但是，一般你在刮胡子的时候，特别是脸部边缘和下巴这块的形状起伏比较多，这个无断式的设计用起来简单多了。不过它就是只有前后一个调整角度。然后我现在是因为看着相机不太好刮，等等我再拿个镜子把脖子这边剃干净。好，脸部和下面部的络腮胡已经剃得差不多了，那最后我们来剃这个两侧的鬓角。鬓角是重头戏哦，因为我要用刚刚都没有提到过的隐藏刀头来剃。在九系 Pro Plus 的背面还藏了一支鬓角刀，官方名称叫做 Pro Trimmer。我自己用下来，拿它来修习鬓角非常好用，因为除非你是真的很用心大力，有特别准备一支小电剪，要不然你应该不会每天去修鬓角。但是 Pro Trimmer 它是内建的，你就按住往上推，这样就变身成一支日常够用的小电剪。此外，因为它是一个平直的刀片，你可以很好的去对着镜子精修鬓角的形状，稍微上下轻轻的刮，就可以看到鬓角的毛就修好了。比较特别的是 ，Pro Trimmer 的运作原理是依靠电击震动达成类似剃刀的效果，所以虽然是错误示范，但是你看我手指轻轻摸过去，这样也没有问题。另外，它不只可以修鬓角，手毛、脚毛都可以。其实就算长一点、浓密一点的毛发也都可以，像是比较密集的胸毛也 OK。这就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另外，这也可以解决电动刮胡刀有时候一些或是几根比较长的胡子比较难处理的问题。所以，假如说你的胡子真的留得很长，或是有几根比较长，你就可以先用 Pro Trimmer 修短，然后剩下的部分再用刮胡刀的刀头把它给剃干净。好，那我就再稍微修一下，给大家看结果。刚刚胡子这一段是因为要给大家示范刮胡子的过程，所以刮得比较仔细。平常我的胡子也是不会留这么长啦，大概就是出门前拿这支刮胡刀来回刮个几下就 OK 了，一般大概就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接下来讲这个智慧清洁座，我猜很多人用完刮胡刀之后就直接随手放在洗手台旁边，这样当然是很方便，但是潮湿环境其实很容易在刀片上滋生细菌。然后平常你应该也不会特别保养刀网和刀片，顶多冲一下甩干，对吧？所以百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直接在九系 Pro Plus 做了一个智慧清洁座。使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刮完胡子之后直接插进去就好，按一下按钮，九系 Pro Plus 就会开始自动清洁刮胡刀，并且不只是清洁，它还会自动润滑刀头、除菌、芳香。清洁完之后，它还会自动把刮胡刀风干。风干完你也不用管它，它是清洁座，也是充电座，它就自动充电了，一气呵成。等等，怎么有种在评测全能扫地机器人的感觉啊？没错，就跟全能机器人的基站一样，你只需要负责用，剩下的清洗和维护就交给机座处理就好。好，我们顺便来测一下智慧清洁座洗得干不干净。这里面已经有我前几天的胡渣，我特别没有清掉，模拟好几天才去洗。好，我小心。我现在稍微打开拍一下里面。你看里面全部都是胡渣。好，我们现在把它放回智慧清洁座里，按一下，你看现在就会开始清洁了。然后它会有清洗中的提示，这边的指示灯代表的是清洁液的寿命。然后现在清洁完了，你看它就自己开始风干。我测大概是会风冷风干40分钟左右。好，我们就先不风干，
我拿起来拆给你们看一下。你看，板蓝里面有很多胡渣，几乎都完全干净了，而且我用了好几个礼拜都没有手洗过，这个清洁表现还算不错。那我们把画面还给驴子。好，谢谢驴子的分享。我们聊回来，那这个清洁座是有耗材的，我们按一下这个按钮，你看它会自动升起，然后我们把清洁液拿出来，安装也是推进去就可以。所以你看到底部这些黑黑的，就是回收回来的胡子们。顺带一提，这瓶不是水，而是百灵配方的清洁液，所以它的胡渣会沉淀在底部，不会浮起来，这样清洁液就能反复使用了。反正你只要每次用完直接插进去，它就会自动清洁、保养、充电。清洁液官网是宣称可以使用30次，这个清洁液通路上都买得到，所以就看你自己使用的频率去替换就可以了。另外，清洁完后它会有淡淡的柠檬清香。顺带一提，百灵9系 Pro Plus 肯定是全机防水的，所以平时湿刮完直接冲洗也是没问题。另外一点是续航力，刮胡刀本体最高是90分钟的续航，所以电力很够。加上平常我用完是直接放进智慧清洁座里面充电，所以如果你都是在家里用，这个电是用不完的。然后出门、出国、出差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它不是有随附充电旅行盒吗？把刮胡刀放进去，按下这个按钮，它就会开始充电。这个充电盒它可以再提供50%的电力，也就是大约45分钟的续航。然后你把电源线插上的时候，9系 Pro Plus 本体上不是有一个 LED 面板会显示剩余电量吗？百灵也用了一个透明的小窗，让你直接看到现在充到多少了，非常巧妙的设计。但我觉得它主要的功能还是旅行盒啦，带出去不怕压坏，质感也很好。好，最后的时间来统整一下我的使用体验。第一个问题，哪些人需要电动刮胡刀？我认为刮胡子是生活，就是起床后在出门前快速的把胡子刮干净后出门。而且如果你真的很赶，这支刮胡刀的动力很够，所以也是那种可以不抹刮胡泡、不碰水的高阶定位。而手动刮胡刀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超贴、超级贴，但就是要有技巧。那电动刮胡刀就是生活，买到旗舰款就是不用担心太多了，用就对了，让刮胡子更有效率，痛点更少。另外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无论我留了几天的胡子，从很短的胡渣到大家刚才看到6天将近1个礼拜的长度，在干刮的情况下都不会扯到胡子。我会特别提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以前被电动刮胡刀扯过胡子，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啊。当时我应该还在读高中，兴高采烈的获得了一支电动刮胡刀，想说终于可以摆脱需要抹刮胡泡才能刮胡子这种麻烦的流程。结果第一次，真的就是第一次就被扯到，印象中是真的有够痛的。但是学生时期嘛，也就将就用着了。直到某一天他寿终正寝，我心里是很复杂，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但我回想一下，应该是有微开心啊。好啦，反正这个故事大概就是这样。反正如果胡子真的比较多的朋友，你真的值得一支好的刮胡刀。百灵9系列 Pro Plus 用下来是真的蛮安心的，无论我怎么在脸上撸，都没有被拉扯到胡子过。另外9系列 Pro Plus 的刀头组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也就是这一根叫做皮肤保护器，它会透过一根特殊设计的金属棒减缓刮皮肤的状况，对敏感肌来说更友善。本期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近用这一支9系列 Pro Plus 真的是又开心又小心翼翼的。一来是刮胡子的体验是真的好，是目前用过最舒爽的一支，而小心翼翼的地方是胡子长出来是需要时间的所以特别珍惜这些长出来的胡子，尽量帮大家试不同的长度、角度、不同的用法，希望大家都有看清楚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真的不行，大不了我再留几天胡子嘛。好啦，我是驴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